琼霄的眸子又笑成了月牙弯弯，对着赵公明挥挥小拳头。大哥，今天就是你放下矜持，正面这些事儿的最佳时机。这里是露水情缘，一日的姻缘，几个时辰的情节历练。大哥，你现在还没接受金光师妹，谁也管不了你。言罢，琼霄拿出一只玉符，轻轻地摁了2下，雅间周遭仙光隐退，一名名身着纱衣的仙子漫步而来，个个都是国色天香，柳腰婀娜。大哥，小妹先行告退。琼霄起身拱了拱手，身影一闪，直接消失不见，留下了满头黑线的赵公明在那儿各种凌乱。仙长，一名妩媚动人的女子款款向前，柔声问：你喜欢我们如何称呼您呢？是普通些的前辈、道友，又或是师弟、师兄、师父？但凡你有吩咐，我们都是可的。赵公明咳了一声，起身拱手，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堆零食，立刻就要扭头走人，心底暗道：这三妹当真是胡闹啊！然而赵公明刚要提步离开，眉头忽的一挑，又转过身来，他先抬手做了一道仙力结界，将这雅间包裹住，而后随手点出定身术，让这些天涯阁的仙子尽皆无法言语动弹。随后赵公明就闭上双眼，侧耳倾听，背后甚至浮现出了定海神珠的虚影。就在他刚刚准备离开的时候，下意识地仔细探查了一次天涯阁，免得自己被人撞见，传出去不好的名声。这一探查不要紧，赵公明竟然发现了2道熟悉的气息，灵山老道，还是他碰过的2个，绝对不会搞错。好嘛，这才多久啊，又出来搞东搞西，还说封山千年，这话当真如同放。哎，算了，圣人老爷不好辱骂，按长庚老弟常说的那般，稳一手，稳一手。他们来天涯阁做甚呢？若是说体验临时情节，为何不去西海呀？哪怕是为了遮掩行踪，最佳所在也该是在东海或者北海呀。且那个顶层的套间中，除却那2个老道之外，还有数名气息浑厚的高手。从这些高手的气息波动来看，似是上古妖族一脉。有问题。赵公明心神一震，立刻展开了一连串的联想。他被琼霄带着游山玩水，也听到了近来沸沸扬扬的妖生山之战。天庭在自己准二妹夫的帮助下，开始威扬四海，赵公明也有点小骄傲。在此地，西方和妖族高手暗中接头，套间中更是连一个情缘缘都无，这很能说明问题。赵公明静静地等了一阵儿，凭自身的本领听着那5人谈话，如此这般，赵公明很快就火冒三丈，当真是想冲上去躺上那么一躺。但他听到最后，又听那2名灵山老道说起，似乎是要去找何人会合。跟上去，一起躺。赵公明的双目划过了几道金光，立刻传声呼唤正躲在不远处用李长寿当年给的小玩意儿系列同步留影球记录这个雅间画面的琼霄。不用在意这些小细节。琼霄听闻此事，也顿时收起了玩闹之心，立刻做好准备，与赵公明暗中会合，悄悄地跟在那2名老道的身后，朝南海与西海的交接点而去。半个时辰后，那2名老道抵达了一处岛屿，见到了那名正坐在一只青毛神兽背上的青年道者。大哥，记忆生疏否？否。这岛屿千里外，赵公明轻轻吸了一口气，调整了一下表情，身形闪去高空，又从高空飞向西海，表情颇为悠然。飞行的路线刚好经过那处岛屿。青年道者与那2名老道同时发现了赵公明的身影，
两位老道齐齐变了面色，立刻开始全力隐藏身形。但是赵公明突然就开始气息不稳，似乎是旧伤发作，在高空拿出一枚玉符，对着玉符大喊了一声：妹妹，来助我呀！有人！话还没有说完，赵公明各种喷血，立刻朝着这小岛冲来，几次闪烁就落在了岛上，跌坐在了青年道者和那2名老者的面前。那青年道者反应神速，立刻皱眉：前辈，您这是怎么？赵公明却是理都不理，低头喷出一口鲜血，双目神光涣散，身形朝着地上缓缓仰倒。你们好歹毒！这为什么呀？这红黄变的我已完全不认得了。蜷缩在谛听神兽的背上，地藏摁了摁衣领，英俊的脸庞一片苍白。走了吗？地藏低声问着，浑身轻轻颤抖。这并非是恐惧，而是在气愤，遍体冰凉的气愤。这红黄是怎么了？这红黄还能好吗？我地藏研究这么多年的以谋呀谋名算多的谋啊，结果到头来一个高手吐着血从天而降，啪叽一声就倒在我面前了，跳起来就用先天灵宝制住人的，张嘴就讹人的。这什么？这是仗势欺人，以力压人呐！啊！要不是我刚才反应快，抵死相抗，现在说不定。地藏将衣领摁得更紧了一些，看脸侧旁瘫坐在地上的2位同门，眼神闪烁不定。这道门高手这是怎么了？这啊，义薄云天赵公明，杀伐果断穷霄仙子，这是上古鼎鼎大名的道门高手啊！怎么就一个直接倒地不起了，一个喊着哎呀呀直接就问这事儿是要闹大喽，还是要私了了？谛听低沉的一叹，在地藏心底传声：主人，快别装了，他们已经走远了。我们先离开此地，再说后事该如何进行。地藏低声道了句，目中划过了少许冷意，嘴角依然在轻轻颤抖。地上那名老道被他用仙力包裹扔到了谛听的背上，谛听身周出现了一团青色的烟幕，载着3个人缓缓消失在岛上，在高空化作一缕青光，朝着南海深处击射。不多时，地藏之前那般担惊受怕的面容就恢复成了平日里的淡定。他看向2名老道时，目光也是略带鄙夷。主人，这次算计能成吗？突然让赵公明搅和一阵，这是我之前没料到的，此事难以预料，静观其变吧。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对方的出招，抓其破绽。此次不过是个小算计罢了，试试对方的深浅。谛听安静了一会儿，又道：主人，你不如回3000世界历练吧。这些道门高手的心脏成了9无拳，这2次来看，你好像并不是他们的对手。地藏低头看着自己掌心的掌纹，心底道：欲成大事，不应为了挫折气馁，而应以畏惧退缩为耻。根据教内给的消息，赵公明的变化是与天庭水神接触以后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在这个水神的崛起过程里，赵公明也给了水神不少的助力。还有这个如今呢，从截教那边传过来确切消息啊，云霄仙子跟水神即将结成道侣，圣人老爷呢已经同意了这门亲事了。截教跟天庭2个势力怕是要慢慢绑在一起喽。主人，
单单是截教就能抹平了你们灵山，而且那些截教仙做事风风火火，也不太考虑后果。此前他们三教仙人去灵山耀武扬威，阐教那边众多仙人的心声是在思考如何应对，才能让阐教与他们自身名利双收。这些截教的仙人可没多想，他们就是单纯的抱着打上灵山，爱谁谁都做一场的念头。这种大教，咱们最好还是别惹。放心就是，我推演数千年，料定劫产必有一争，而我们西方就是最后的赢家。切，主人，你说的这个，就跟道门上下全都是傻子一样。这是大事，大事，懂不懂？是，主人老厉害了。先找出灵山上的叛徒吧，这才是你老师交代给你将功补过的任务呀。哼！地藏抱起胳膊，盘腿坐在谛听的背上生闷气，很快就开始继续思索。与此同时，渡仙门的破天峰上，李长寿与九巫一同飞到了破天峰后山的一片小林子中。门内啊，就破天峰上炼气士最多，这里也显得有些拥挤，有点寸土寸金的意思。李靖拜入渡仙门，被渡恶真人收为记名弟子之后，就被安置在了此地修行。有一对寿元无多的真仙境夫妇，负责教导李靖修行入门，照顾李靖饮食起居。毕竟是掌门的师弟，门内给李靖的供奉都是普通仙苗的数倍，各方面的待遇也是无可挑剔。当然了，这里面也有李长寿通过掌门做的一点小小的算计，让李靖多感受感受家的温暖。李长寿与九巫并未直接登门拜访，反而是贴了前宗的符箓，暗中跟这一对老真仙打过招呼之后，落在了阁楼后面暗中观察。恰好是午饭时间，一身干净短衫打扮的李靖正端着碗筷在那儿大快朵颐。同桌的那两位老爷爷老奶奶也端着碗筷，满是和蔼地注视着这个个头已经猛窜了一大截的少年。总体而言，氛围也是挺温馨的。老妪叮嘱道：小师叔你多吃些，这些都是灵鱼灵草，能为你改善一些体质。老翁问道：今天的剑法练得怎么样了？已经差不多掌握了。李靖认真地答了一句：这套剑法只是帮你调理气息，并非杀敌斗法所用。你练习时多注意气息在体内的运转，而非要让砍杀更有威力。是。阁楼之后，李长寿低头和九巫对视一眼，各自露出少许微笑，悄然后退。李长寿随之就陷入了思索，想要算计一个人生死，只要实力足够，并非难事。但是想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并非是算计就能做到的。在想啥？九巫在旁边笑了一声：非要过来看看才放心，这不是来看了啊？放心了吧？这两位师兄师姐那是门中脾气顶好的存在，此前一直想要个子嗣而不得，若非李靖是咱们掌门的师弟，早就认他当义子了。李长寿笑着点点头，与九巫在破天峰这难得的僻静之地散步，心底继续思考着。看来只能从全方位入手培养李靖，不能只从性格方面琢磨了。师伯，李长寿随口问道：你跟九师师伯有没有动过想要子嗣的想法？九师闻言不由得腰身一颤，浑身哆嗦了几下，扭头给了李长寿一个难看的笑容。李长寿默默地在袖中掏出了一瓶丹药，低声道：3品灵丹挤得过本配元丹。谢谢啊。九巫如获至宝，立刻取出一颗丹药吞了下去，而后这矮道人背着手
仰头一叹：“师伯，这是怎么了？”“哎呀，最近也不知诗诗从哪儿听来的，说是拜圣人娘娘的神像，日积月累，心足够诚，就能得娘娘赐福，梦中赐下泥人，再配合行房，就可有身孕。”李长寿一口气息逆涌，差点就笑出声来。他忙问：“可这跟……你家就是师伯，怕错过做梦，每天都故意入睡，又在睡前……”九湖叹了一口气，面色复杂地看着李长寿：“长寿啊，子嗣这事儿，你能不能在丹药方面想个办法啊？受不住啊，这老身板儿。”“啊，这是天道所限，若让仙人随意诞子，那岂非仙灵体质的炼气士泛滥成灾了？故修为越高，想要此次就越麻烦。”“李长寿突然挑了挑眉角，九无忙问：“怎了？”“哦，突然有了一些感悟。劳烦师伯陪我走一趟，有关李靖之事，稍后或许还要劳烦师伯。”“先去修行吧，都是些小事罢了。”九湖摆摆手，李长寿笑而不语，驾云飞往了合适的高度，匆匆离了破天峰。如今虽已经不必要在门内过分低调，但是有些事都早已养成了习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这些好习惯自不能随便扔了。